二战时期，日本的扩张到底到了什么程度，竟敢冒险对美国宣战？从实力对比来看，美国在石油产量上是日本的100多倍，钢铁产量是20倍，煤炭产量是10倍，劳动力也超过10倍。这样悬殊的差距，日本与美国开战简直如同以卵击石。那么是什么原因迫使日本最终铤而走险呢？很多人首先会想到石油问题。确实，1941年7月，美国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，而此时日本70%至80%的石油依赖美国进口，剩下的大部分则来自东南亚。但东南亚也在美国的势力范围内，失去石油供应意味着日本的战争机器将无法运转，尤其是其在亚洲的扩张野心将受到严重打击。因此，很多人认为日本无法避免与美国的冲突，于是决定发动进攻。虽然石油的供应问题是促使日本决定开战的重要原因，但并不是最根本的原因。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一点，我们必须了解为何美国会选择切断对日石油供应。显然，美国不会无缘无故地决定停止与日本的石油贸易，更不可能因为一些表面的矛盾而冻结日本在美国的资产。石油问题只是表象，背后隐藏的更深层次原因是，美国对日本在中国的军事行动感到不满，并要求日本全面撤军。有人可能会问，美国为什么要站出来替中国说话？他不是一直在卖给日本石油和橡胶，间接帮助日本侵略中国吗？这其实是因为在国际政治中，利益永远高于道义。美国要求日本从中国撤军，看似是在支持中国，但实际上是在为自身利益着想。在中国问题上，美日之间的交锋日益加剧，而中国自身并未完全意识到自己被卷入了大国博弈之中。美国并不是单纯想帮中国摆脱日本侵略，而是试图利用这个问题，迫使日本在谈判桌上做出让步，从而实现其在亚洲的战略利益。实际上，美日关系的紧张并非一日之寒，偷袭珍珠港并不是一场偶然的冲突，而是几十年仇恨积累的结果。自1905年日俄战争以来，美日之间的矛盾不断加深，外交摩擦和文化冲突频繁发生，特别是在日本全面侵华后，双方关系进一步恶化。班乃号事件则是美日矛盾的一个典型案例。1937年，日本军队无故击沉了美国的班乃号炮艇，引发了美国民众的强烈反日情绪。从那时起，美日之间的关系急转直下，美国对日本的信任彻底破灭。此外，日本在与美国的外交往来中，往往表现出两面性。一方面，他们表面上提出和谈的建议，另一方面却在暗中积极准备战争，这让美国对日本的疑虑不断加深。最终，这种相互的不信任和猜疑在中国问题上达到了顶峰，双方的谈判彻底破裂，战争爆发成为不可避免的结果。要了解日本为何最终与美国走向战争，得从1940年中期的形势说起。1940年6月，德国在二战中快速击败了法国，几乎统一了西欧，展现出极其强大的军事力量。日本目睹了德国的崛起，便计划与德国、意大利签订三方条约，借此搭上德国的顺风车，企图共同瓜分世界。然而，美国对此举动异常敏感和担忧。为什么美国会如此紧张呢？很明显，德国与日本结盟不是针对苏联，就是针对美国。为了消除苏联的疑虑，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公开声明，这份条约不针对苏联，仅仅针对美国的战争贩子。这样一来，德、意、日三国似乎准备从两大洋夹击美国，德国从大西洋，日本从太平洋展开攻势。美国看到这种局势，自然倍感威胁。尽管美国长期宣称中立，并不愿直接卷入战争，但仅仅1个月后，1940年7月，日本侵占了法属印度支那，这给了美国一个绝佳的理由采取行动。于是，美国立即冻结了日本的海外资产，停止对日石油供应，并切断了其他战略物资的贸易，试图通过经济制裁迫使日本放弃南进计划，并退出轴心国阵营。日本此时陷入两难境地，一方面，他希望继续与德国保持合作，另一方面，他又不敢彻底激怒美国这个巨大的对手。为此，日本派遣外相松冈洋右和驻美大使野村吉三郎赴美进行和谈，两人试图通过外交手段缓解紧张局势，一再解释日本加入轴心国并非针对美国，并愿意做出一定让步，恳求美国解冻资产，解除禁运。然而，
美国的目标远不止于此。美国的战略目标是瓦解轴心国联盟，迫使日本放弃与德国的合作，并削弱日本的战争潜力。为了实现这一目的，美国决定利用中国问题作为谈判的关键。美国提出，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军，这不仅能遏制日本的军事扩张，还能削弱其继续向东南亚扩张的野心。如果日本继续占领中国和东南亚，将控制巨大的资源和人口，成为另一个像德国一样的超级强国。这种两面夹击的局面，美国是绝对无法容忍的。然而，从1931年开始，日本已经对中国发动了长达9年的侵略战争，积累了大量的战果，让他轻易撤军显然是不可能的。因此，美日两国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几个月的艰难谈判。到1941年4月，双方共同起草了日美谅解草案。根据草案内容，日本同意从中国撤军，但要求保留在东北的占领区。然而，这一协议并未维持多久，美国很快反悔。美国认为，如果日本继续占领中国东北，无异于重演1937年的七七事变，为未来的战争埋下伏笔。因此，美国务卿赫尔果断拒绝了该草案，并强硬要求日本必须完全撤离中国，一个士兵都不能留下。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对此大为恼火，因为他认为日本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，但美国依然不愿意接受。松冈的愤怒在公开场合频频爆发。从1941年5月起，他多次在记者会上抨击美国，称美国是假装中立的战争贩子。至此，美日之间的谈判彻底破裂。松冈回国后，将情况汇报给日本高层。早已渴望通过战争解决问题的日本陆军立即兴奋不已，并迅速制定了适应局势演变的帝国国策纲要。日本决定向南推进，并不惜与英美开战。1941年7月21日，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在一场联络会议上，当着军部和内阁的面怒斥美国，情绪激动地宣称，美国把日本当成附属国，只要我还担任外相，绝对不接受，必须立即停止与美国的任何谈判。松冈的这番言论无疑加剧了紧张局势，而这一切都被美国的情报机构所监听并破译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·赫尔拿着这些情报，强烈建议总统罗斯福采取行动。他表示，我们必须对日本的嚣张气焰进行反制。就在这一紧张时刻，正值日本在7月入侵越南、老挝和柬埔寨，这给了美国绝佳的理由进行制裁。罗斯福迅速批准行动。5天后，美国宣布冻结日本在美国的全部资产，并联合英国和荷兰切断了对日本的石油供应。这一制裁是如此严厉，连《纽约时报》都发表评论称，此次打击的严重程度仅次于宣战。美国本以为日本会有所反应，但没有预料到，日本军部在失去石油供应后，顿时陷入悲观与混乱。日本的军舰每天消耗大量石油，没有稳定的供给。2年内，日本的战争机器将彻底瘫痪。于是，刚过7月，日本就不得不在8月重新启动与美国的和谈。这次日本的态度发生了明显变化，不再傲慢自大，甚至提出放弃中国所有领土，包括东北在内，显示出极大的让步诚意。为了展示其善意，日本单方面提议进行2国首脑会谈，希望通过高层对话解决问题。然而，美国对日本的态度仍然冷淡，拒绝了和谈请求，只是表示只要日本履行承诺，撤出中国，我们可以谅解日本。这实际上是美国在拖延时间，既不直接和谈，也不解除制裁。日本的军方和政界对此反应极为强烈。由于每天消耗1-2万吨石油，联合舰队已经濒临无油可用的危险，日本根本拖不起。可越是急着与美国达成协议，美国的怀疑就越深。美国政府认为，既然日本已经答应撤离中国，为何如此迫切地恢复石油供给和解除资产冻结？这不免让美国怀疑日本是否打算毁约，或者在密谋对别的地方发起进攻。于是，美国选择继续拖延谈判，试图看清日本的真实意图。到8月28日，罗斯福终于觉得时机成熟，开始计划安排一场为期3天的美日首脑会谈。然而，就在这时，日本的耐心彻底告罄。等不及美国的正式回应，便开始向东南亚地区大规模调兵。不巧的是，日本的军事调动再次被美国情报部门破译。美国认定，日本所谓的和谈不过是拖延时间的缓兵之计，而真正的意图是发动对东南亚的军事行动。美国立刻取消了所有和谈计划，并警告日本必须立即撤出中国，
否则一切免谈。然而，日本方面却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动已经被美国掌握。在日本看来，美国突然取消和谈并提出新的撤军要求，简直是再一次出尔反尔。日本反过来认为是美国在故意拖延时间，给自己增加压力。于是，双方的信任彻底破裂，战火已然不可避免。此时，日本主战派已经压倒了主和派。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本来主张通过谈判避免战争，但在局势日益紧张的情况下，他的主和立场受到军部和强硬派的压力。最终，近卫在1941年辞职，将位置让给了更好战的东条英机。东条上台后态度非常明确，不想继续拖延，决心迅速解决问题。他给出了一个明确的期限：12月1日，若和谈无法取得突破，日本就会采取武力行动，时间紧迫。到了1941年11月20日，日本向美国递交了2份谈判方案，分别是甲案和乙案。甲案，日本同意在25年内逐步撤出中国；乙案，日本拒绝撤出中国，但承诺不进攻东南亚。这实际上等于要求美国在中国和东南亚之间做出选择。日本此举无疑是在试探美国的底线，妄图通过部分妥协换取美国的让步。美国国务卿科德尔·赫尔得知这2份提议后，彻底愤怒了。他怒斥日本的提议蛮横不讲理，并指出：“你日本一个侵略者，还敢对我们提出这样的选择？”赫尔称这些谈判方案为日本的最后通牒，并坚决拒绝接受。他们与日本谈判的核心始终是逼迫日本从中国全面撤出，而不是让日本在撤军问题上讨价还价。赫尔随后回应了一份同样强硬的备忘录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赫尔备忘录。在备忘录中，赫尔要求日本必须从中国撤出所有陆军、海军、空军以及警察部队，放弃在中国所有的占领区和势力范围。赫尔的态度非常明确，这等于要求日本放弃他们在中国10年内的所有侵略成果。对日本来说，这几乎是无法接受的屈辱，等同于彻底否定了他们多年来的扩张政策。这份备忘录被视作美国对日本的最后通牒，也几乎等同于宣战。11月26日，日本高层举行联络会议，东条英机将赫尔备忘录在会上朗读，文件的内容如同晴天霹雳，震惊了在场所有人。日本领导层此时意识到，和平解决的可能性已经几乎为零，一场无法避免的战争正在迫近。愤怒与绝望的情绪在会议室中蔓延，他们知道局势已经无法挽回。仅仅10天后，1941年12月7日，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，点燃了太平洋战争的战火。